他亲眼见到一位北高联的学生领袖在绝食的第二天便吃面包、喝高级饮料。群众捐的黄橙、牛奶、鸡蛋等只能供这群新官僚享用，旁边生源学生根本见不到。1989年6月2日，香港《明报》发表了一篇通讯，题为有学生领袖贪污腐化，一朝得势便一意孤行。过去1个多月，个别学生领袖在海内外捐赠的7位数字的现金面前显得动摇、退缩，甚至腐化了。据学生反映，个别学运领袖以躲避当局追捕为名，住进了高级酒店的套间，喝的是易拉罐饮料，出入皆乘出租汽车。他说，他亲眼看见他所在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筹委会主席整天叼着外国香烟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包括北高联和保卫广场总指挥部也存在财务混乱、账目不清等严重问题。一位颇具威望的北高联领袖的服装开始发生变化，由普通的 T 恤换成了清一色进口西服。这位学生领袖曾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一位华侨10万元现金。学生领袖的贪污腐化损害学生运动的形象。一些学校如师大、人大的学生领袖在拿到1-2万元的捐款后，便以健康欠佳为理由而辞职不干了，争权夺利捞政治资本，图获外国同情出国去。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为这种情况担忧。一位曾为学生自治会做顾问的青年教师说，我之所以不敢过多与他们指学生打交道，就是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学生，热情一过，学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。这位教师现在已经退出顾问团。他说，他们盛气凌人，不可一世，对别人的意见不闻不问，在内部开会时常常各执己见，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，所以常常出现重大分歧。他说，个别学生领袖还抱有他种目的，总想做第一把交椅，可以指挥别人。他说，我们学校为学生的行动提供了许多方便，尤其是派车的问题。学校是从保护学生出发，冒风险派车的，没想到后来居然成为任务，稍有延误，个别学生领袖就指着学校领导的鼻尖痛斥一番。曾任北大筹委会主席的孔庆东2天后便离任了。这位中文系研究生说，个别学生领袖素质太低，总想争权夺利，捞政治资本，有的人甚至不懂得他们要争取的民主是什么。开会时大吵大闹，不尊重别人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学生领袖说，个别学生领袖是因为托福不过关，又苦于无出国途径，便利用学运捞背景，争取美国领事馆的同情。也有一些学生批评个别学生领袖的官僚主义作风。一位来自河南的大学生说，学生领袖以维持秩序为名，组织了自己的皇家纠察队。我们想见他们一面，互相通气，商量对策，都被一一回绝。我们来北京3天了，也未见到组织者一面，我还是我们学校的头。绝食次天暗里吃面包，官僚丰盛，不尊重别人。一位北大学生告诉笔者，他亲眼见到一位北高联的学生领袖在绝食的第2天便吃面包、喝高级饮料。他还说，群众捐的黄橙、牛奶、鸡蛋等只能供这群新官僚享用，旁边生源学生根本见不到，外地学生甚至连面包也很难得到。记者走访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物资处，群众捐赠的大量汽水、水果、面包堆成了山，但管理却很混乱，捐赠者只能回得一张白条子的收条，所以捐赠物品的多少无法统计。一位管理员说，只要有北高联的领导人批条，就可以随便取物品，但这种批条很多。据说北京饭店曾出现多宗冒领捐款事件，一些捐赠团体已表示暂时停捐观望，已经有一些学生对这种行为感到失望。